想好没有？送哪一个？这3个孩子，老大我姨，老二我妈，老三我舅，而我传承了当时的外婆张桂兰。前世的外婆穷了整辈子，3个孩子，一个夭折，一个被送走，最后只剩我妈一个。她熬到92年，终究没躲过肺癌，活得苦大仇深，遇上人就忍不住把心底的伤疤翻出来晾晒。如今我成了她，没了男人，又无亲无故，4张口等着吃饭，分来的粮食连肚子的底都填不住。老二，吃的多还爱哭，把他带走吧。哎，走！哭什么哭？这就是命。村支书说那家条件好，这么好的人家，真的只是缺女儿吗？那是用他女儿换来的。再让火苗窜出来，晚上不让你吃饭。妹妹，饭好了没有？叫什么妹妹？这是你未来媳妇儿。光天化日抢人是不是？要走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。别走。那你就躺下再说。妈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红薯我会还，以后让这些人少打我娃的主意。张桂兰，你养得活他们仨？试试吧。那明天就来出工，你欠了很多工分了。那家人絮絮叨叨骂了半晌，说他这种人招惹不得。没事儿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谁还没点难处？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吗？看张桂兰这蹦手蹦脚的样，病一场病成小姐了。我说张桂兰，你力气被狗吃了，锄头挥起来，大力一点。我看她就是来混工分的烂婆娘。妈，吃饭了。我不喜欢。
他出远门了，要3天后才能回来。要不去找邻居要点草药，死马就当活马医。我再去熬一碗。原本轨迹里的三舅就是病死的。小时候听我妈说过，小舅舅高烧不退，熬了2天才送去县里，确诊脑膜炎，已经不行了。脑膜炎死亡率90%以上，一旦延误，病情飞速发展，引发脑伤，短时间内就没了。小舅舅就是因为耽误了治疗时机，才导致这样的悲剧。外婆抱着那具小小的尸体走了10几里路回来，把他葬在山坡上，这是他此生最痛最懊悔的事。你们看着老三。把人往车上抬！先歇会儿吧。弟弟是不是烧糊涂了？我喊他，他也不理我。我来救你们！救什么救？去找人去！醒了啊！昨晚要不是你家姑娘机灵，你们就遭罪了。老二跑去县上找人救命，正好遇到下夜班的我，我连忙找了2个人帮忙，把你们一家人送进了县医院。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老话说，要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你叫啥？丁建国，你叫我建国好了。我就只有1双手，家里却有4张嘴嗷嗷待哺，别说多挣工分贴补家用了，家里的工分一直是欠着生产队的。这是到哪儿去啊？去桂兰家。你年纪轻轻死了男人，一个人过得太苦了。我表弟是做木匠活的，死了老婆，家里只有1个儿子，要不你们一起过？木匠，那可是农村最吃香的手艺人，不用下苦力挣工分，日子比没手艺的人过得好太多。这就是我表弟。
桂兰，我是见过你的，我们是小学同学，我也看得上你。可是你家娃太多了，上次不是听说你想扔一个丫头吗？我家正好有个亲戚没孩子，还有这老三也干脆一起。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想带走我的孩子没门儿！张桂兰，你胡说些什么？中邪了！都出去，少打我孩子的主意！不是我表姐说，你这破烂户，我来都不会来，你们就活该饿着。外婆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敢去问，但我不一样，已经被逼上绝路了。参军难免有所牺牲，你们的困难我们了解，先回去等消息吧。我不要额外的照顾，不要特殊的称号，我只求3个孩子能安安稳稳的上学读书。大姐，进去喝口水，慢慢说吧。我在这儿等就行，不耽误你们办公。我们主任听说您来了，想亲自见见您。2年前那场水灾后，县里按政策拨了抚恤款，你们那边一直没落实下来。没见着1分钱。安葬的钱还是家里东挪西借凑的。这件事我会派人核实，政策是好政策，不能让执行出了偏差。谢谢县长。你这事闹得太大了，上面都来问了，咱们村一直都是按政策办的，你怎么能随便往外说？桂兰啊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这样吧，抚恤款的事我来协调补上，村里材料员的岗位也给你留着，你去县里解释解释，说是间沟通有误会，咱们把事情妥善解决了，你看行不行？政策该落实的总会落实。开门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别装死！现在已为你们家男人证明了，县长出面给你安排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。张桂兰，你就这样走了吗？喏，给你的，拿着，这是我们姐几个连夜给你做的衣服。是
是啊，村支书那点事儿，我们心里一直嘀咕，但他平时在村里说一不二，我们哪敢多想多问啊？你看他净给自家亲戚谋好处，要不是你仗义直言，我们这些普通村民指不定还要被他蒙骗多久呢。我家老二的赔偿款也被他贪了，我们也没啥送你的，见你衣服都旧的不成样了，才想送这个。你们村支书这件事儿，村里好多人都出来做了证，要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快确认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的战场换了，回头的路已经断了。你们村那件事儿我听说了，只恨消息知道的晚了，早晓得说啥也来搭把手。你不是有工作的吗？到时受处分可不好。张桂兰，你真的很勇敢。这世道受苦受难的人多了去了，可像我这般不顾脸面豁出去的却是少数，还不是为了能活下去吗？往后有啥难处只管言语，反正离得近，抬脚就到。把我安排在这里，对我可真放心呀。100斤，你们知道100斤是什么概念？100斤粮食相当于3个壮汉近1个半月的口粮。查不出来，扣你和老朱一人10块钱工资，干完这个月就走人。分碎粮的就咱们2个人，1个月最多6斤，我俩能吃掉100斤，那剩下的94斤被狗吃了啊！别说了，副主任，好，这事不急，你先忙。轻点，别让人看见。副主任今天请假了，他妻子去世了。副主任的妻子病了好多年了，是前些年打屁股针留下的后遗症，1年前还瘫痪了，他的工资全贴了进去，连家里的老房子也都搭进去了。小张，你一定知道那件事了。老罗收粮那天，我看见你家二丫头在门外等你。那你想灭口？小张同志，你误会了。我今天找你是想把这个给你，我希望你们去举报我，这样该处分处分，我心里踏实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按以前的规定，举报属实者有优先转正的机会。你带着3个娃不容易，老朱家庭条件也差。还有，我手头还有几十块钱，算是补偿给你们。老朱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居然真是他！我看见过几次外面的人给他钱，就感觉不对劲儿。我们保持沉默，月底就得背黑锅走人。如果按他说的做，又成了占他便宜踩他上位的人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
谢谢你们，我现在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。一晃眼，6年时光便悄无声息地划走了。我前世是做平面设计的，有美术功底，画点鞋子衣服的花样卖给裁缝，补贴生活费。平时种点菜，养2、3只鸡，改善生活。那个时候一般不允许私自饲养家禽，就算养也只能是少量，数量多了就违反规定，会被没收处理。三舅嘴馋得紧，好几回约上同伴摸黑溜到河里摸鱼捞虾，还有一次偷偷钻进农田，刨出10几条滑溜溜的泥鳅黄鳝，这些像蛇一样的东西。其实那样的日子也挺好的。后来无奈找到邻居老大爷，才把们变成了桌上的美食。这天晚上，张桂兰正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衣服，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3个孩子学习差距越来越大。我姨在县初中，每学期都是年级第1。开家长会时，我被围得里3层外3层，那感觉简直爽翻了。我那5年级的妈，期中考试50分，我就不明白我妈前世哪里来的底气说她成绩差的。这道题这么简单都不会，狗看了都摇头。一共就5个数，你竟然能抄错4个，去对着墙好好反省反省。走，别怕，我去给你讲题。好好教，你妹成绩能提升，我就给你1毛钱。这么简单的题你怎么就是学不会呢？谁爱教谁教，1毛钱我不要了。妈，丁叔叔给我做的车什么时候才能好？丁建国家里最近闹得鸡犬不宁，他老婆在外面工作，好吃懒做不说，还爱搬弄是非，三观不正。家务活全是丁建国干，他不是和街坊说闲话，就是出去打牌。2人有个女儿和我妈差不多大，那孩子先天不足，心脏不太好，常能看见丁建国背着孩子，满头大汗，一路狂奔着往县医院赶。现在不要去麻烦你丁叔叔了，等你丁叔叔做好了，就给你送过来。你要听话啊！你知道吗？丁建国离婚了，他老婆把粮票输光了，孩子犯了病，他只顾打牌不管。等丁建国下班回家，孩子已经昏迷了。这个给你家老三，我答应过他的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有个远房亲戚，他那边的大医院能治好孩子的病，这不刚腾出空来。那你钱够吗？凑凑合合够路费，到了那边再找份活干。多带点，啥也别想，先把孩子病治好。算了，桂兰，你也困难，3个孩子。行了，别磨叽，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还我。你当初可是在我最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人。对了，到了明年可以做点生意了。做生意？张桂兰，你瞎说些什么？可是要抓的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你记住我的话吧，快走，再晚赶不上班车了。经商放宽，张桂兰辞了粮站工作做批发，挤绿皮火车进货，回镇摆摊叫卖，地痞找茬，弄丢货物，她都咬牙熬过。几年下来，练出了一身本事。3个月后，张桂兰攒下了500块，这在80年代初是个不小的数目。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20、30块钱。粮站的工作来之不易，她起早贪黑，一分一厘的省，终于给家里攒下了第一笔像样的积蓄。100双卡录音机，全县轰动。被举报后捐给县里，拿了张奖状，转头开了成衣铺，请老师傅现场做衣。他凭着前世记忆画设计图，款款新颖。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价钱实惠，总算不用到处租房子了。以后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了。明天就要考了，我心里没底。你别自己吓自己，你一向发挥稳定，正常考就行。我怕辜负你。你只管考，其他的我来操心。考完回家，我给你做红烧肉。那我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去考场。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全县第1，重展大学。
你争点气啊，姐在那边等你。开什么玩笑，你还是等老三吧。3年后，我姨大学毕业继续读研，业余写稿子给报纸杂志，帮教授做项目，生活费都不需要家里给了。我妈勉强读到高中毕业，听从分配去了一家幼儿园上班，日常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日子安稳平淡。业余还帮着家里照看店铺。我就实在读不动，初中毕业去当兵了，进去历经一番淬炼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越发沉稳持重。张桂兰40多岁了，她坐在院子里，望着那株繁山叶茂的老槐树，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而远方的电话就要响了，一场未知的风暴正悄然酝酿，即将席卷而来。我改变了历史的轨迹，大姨没被送走，去读了大学，小舅也摆脱了早夭的命运，顺顺当当的长大入伍。他们俩我都不愁，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造化，都是白捡的，同命运搏来的。只有我妈和前世的区别并不算大，从事的工作和前世毫无二致，所以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遇到的不是我爸，那还会不会有前世的我？前世的张桂兰死于肺癌，10几年后的我也即将走向死亡吗？一想到死亡，恐慌便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怕自己到最后像肺癌晚期患者那样，因身体过度消耗而瘦骨嶙峋，行销雨淋；也怕那像肿瘤侵犯精明的肋骨带来的蚀骨钻心的胃天痛，还有骨转移时的浑身骨痛，以及这份病痛背后浸透骨髓的悲凉。更怕死后那未知的空荡荡的世界。想不想来我这儿转转，看看新时代的洪流？不想，我喜欢小镇生活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让小谭来接你了，应该就快到了。反正我不去。等等，其实叫你过来是有2件事儿，一是我家娃办订婚宴，二是你家大丫头有个演讲，希望你过来给她一个惊喜。我想去那边医院做个体检。妈，我们过去给大姐的是惊喜还是惊吓？住丁叔家吗？参加订婚宴是不是得准备礼物？只要我们安安分分的，那就是惊喜。过去住宾馆，不好给你丁叔叔添麻烦。礼物我准备好了，带了布料和师傅，打算给你丁姐姐做身旗袍。你这身体水平就和30岁的差不多。从各项体检指标来看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都在正常范围内，心血管功能良好，骨骼密度也符合标准，而且睡眠质量、心理状态都很不错，各方面身体机能都保持着较好的状态。桂兰，孩子现在也大了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升华一下了。朋友间的友谊最为持久，人生的事情很难说，何必拘泥于小情小义？妈，我今天遇到一个老熟人，我高中时的同桌，现在调回来当交警了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周恒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是说，下周请这位周同学来家里吃饭吧。咦，真的假的？这饭自然是非请不可的，因为周恒是我前世的爸爸。命运的轨迹几番偏转，可兜兜转转，我的爸妈终究还是重逢在了一起。我家是农村的，家庭条件不太好，还有一个弟弟，家里可能给不了什么，不过我自己攒了些钱，不会委屈了二妹。妈，我不怕，我可以住宿舍，我们的工资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。谁让你们住宿舍了？咱家这么大的院子不够住，物质那些东西我不在乎的。我爷爷奶奶家虽说穷，却满是人情味儿。我爸更是个踏实靠谱的实在人，有啥可挑的？如果我猜想的没错，再过2、3年，我们就见到前世的自己了。我无数次在梦里见到前世的自己，
盼着能和他在现实中真切相伴。可没想到，前世的我出生了，却是这样的结果。妈妈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会放弃他吗？如果他一辈子这样，当然不会。她是我女儿，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女儿，我会把她治好，哪怕走遍全国的医院。要不然咱们放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再生一个。妈，你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如果当初别人让你放弃我们仨，你会吗？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是觉得那孩子可能治不好。妈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会救他。我每年都体检，每次结果都很好，可心里总有着隐隐的不安。外婆死于肺癌，查资料得知，有肺癌家族史的人患肺癌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10%、20%。虽然肺癌不是绝对的遗传病，但这种潜在的风险还是让我忍不住担忧。我会不会也逃不掉？张女士，这次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不过你需要来医院复诊一下，肺部发现了一处小阴影，你不要过分担忧。张女士，你身边有没有家属？是肺癌吧？张女士，早期晚期，我还有多少时候？就检查结果来看，还处于早期，现在动手术还有希望。我会认真考虑手术的事情，积极配合治疗。桂兰，你别怕，我有个朋友在国外，那边的医疗资源好，我们过去治。没用的，我也不怕，人早晚要死的。对了，老丁，你过2年可以转战一下房地产，商品房以后是大趋势。别说那些了，我们去治病好不好？不去，这事儿别告诉我家里人，不然我们这几10年的交情可就没法处了。
打电话的是骗子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真的生病了。你为什么也要生病？我治不了孩子，你也要离开我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其实我妈一直比她自己想象中的更坚强，所以就算我离开，她也会好好的。妈，我们动手术好不好？医生说可以动手术的。如果你们逼我，我现在就去死。他呀，从前世到现在，向来是这般爱哭的性子。我是一定要死的，这是我看到检查报告后的第一个想法。不是忽然，是这些年每一次看到那孩子空洞的眼神时，心里闪过的念头，被我压下去的念头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小燕子穿花衣。穷困潦倒不可怜，陷入泥潭时四处抱怨才是最可怜的。我很庆幸外婆30岁不懂的道理，我30岁的时候懂了。我重过了她的人生，稳稳护住了3个孩子，我知足了。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他们还没准备好。大姨素来要强，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半分苦也不肯向人诉。我妈性子软，爱掉眼泪，可哭完总能咬着牙站起来。可我走了以后，她受了委屈，还能找谁哭呢？小舅看着成熟了，其实心里还是个孩子。小时候的病让他总觉得自己欠我们一条命。我还没告诉他，那晚推独轮车的是我，但撑过那场高烧的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活下来的。遗嘱写好了，房子留给3个孩子平分，存款给大姨继续读书，服装店给我妈。她不算聪慧，但性子稳当，是能守得住家业的人。前世她总因我成绩差教训我，这一世我反倒能提点她，也算扯平了。妈，这么晚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就是忽然想听你声音。学习别太拼了，你已经是全县第1了，不用证明给任何人看。妈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不怪，就是当妈的心里挂着你，忍不住多叮嘱几句。挂了啊。老三，在部队好好干，照顾好自己，但别太拼命。你小时候那场病，妈从来没觉得是你的错，你是自己活下来的，不是谁救的。妈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把这话告诉你。挂了。报晚安。
你过来。妈，我在。照顾好弟弟妹妹，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就是主心骨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你放心。老三，起来别跪着，男子汉了，坚强。以后照顾好姐姐妹妹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丫头，别哭了，妈不疼了。妈，你别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外婆被生活压迫了一辈子，死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如果还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……我现在忽然明白他想说什么了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他会想换个活法。你要走就走吧，走了你就不痛了。这辈子你太苦了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要做你的妈妈。妈，孩子喊妈妈了。妈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接着上节课的内容讲。哎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真的不好看。好好带那个孩子，他会越长越好的，相信我。小时候那场病是你自己扛过去的，你比你想象的更厉害。10年后，又是一个春天，3个孩子都有了各自的人生，但那张老相册被翻了一遍又一遍。上个月系里评职称，评委问我：“你这辈子的底气从哪儿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是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女人，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我们3个走出了大山。”姐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看着那些孩子，就想起小时候，想起妈把红薯糊糊端到桌上，明明就是一碗黑乎乎的糊糊，可她总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现在每天给孩子们做饭的时候，也会这么说。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碗是妈把我救回来的。后来我当了兵，走过10几里山路，才知道，一个人推独轮车走夜路，手都磨破了，那根本不是人能扛的。但他扛了。
这个人是谁？她是你的外婆，也是这世上最了不起的人。我知道，我梦见过他。今天不讲专业课，讲一个人。她是40年代出生的农村妇女，没读过一天书，30岁就没了丈夫，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，靠挣工分糊口，常常填不饱肚子。但她用一辆独轮车推着3个孩子走出了山村。她大字不识几个，却把孩子送进了大学。她做了很多别人说不可能的事儿。她去找县长讨公道的时候，坐在办公室门口哭了整整1天。别人说她是泼妇，她说：“我不要脸面，我只要孩子活着。”后来她病了。医生说要动手术，他不做，不是不想活，是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要留着供孩子读书，更是因为他的外孙女也需要活下去。2个生命的重量压在一具躯体上，他选了孩子。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残酷也最温柔的牺牲。她是我妈，这堂课是补姐她的一封情书，迟到20年。这棵树是妈种的，她说槐树活得久，等她走了，树替她看着我们。饿了吧？如果没有那辆独轮车，我亦不会走出大山；如果没有县办公室门口那一座，我们不会搬进县城；如果没有经济环境开放，我不会开那家店；如果我没有选择，他不会醒过来。这一切不是因为勇敢，是因为我没有别的路。未来的我死了，过去的外婆活了，她的孩子没送走，她的儿子没病死，她的女儿成了我妈。这就是我沉甸甸的一辈子。